既然自己与卞娜也算是朋友了，萧炎也不介意让他们跟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回应道：可以，不过到时候遇到什么危险，你们可要立马逃离现场，不要去做无谓的对抗与牺牲。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卞娜没有想到的是，这萧炎竟然还提醒自己。从这开始，卞娜对萧炎的好感再次有所提升了一些，他也立马点点头，示意稍作停留片刻之后，萧炎的神魂力量顿时锁定了万界圣子之地的最深处区域，扫荡开来。然而神魂的力量透过探查之后，虽然没有看到相应的画面，可是在那里萧炎已经隐隐感觉到，在万界圣子之地的最深处有着非常多的强大气息在集结一起，而且有好几道气息更是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在萧炎眼皮子微动下，神魂力量再次深入探查。然而这一探查之下，其中还有2道气息是萧炎最为熟悉的气息，那便是灵动和沐尘，那是灵兄和沐尘的气息。难道他们也已经抵达了万界圣地之地的最深处？而且似乎他们与那几位巅峰天位神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在萧炎那道神魂的窥探之下，除了那强大的气息之外，还有一道极其耀眼的金光，金光之中弥漫着玄妙的原始波动，那股波动的来源好像是来自一座法身之上。在看清楚法身之后，萧炎的眼睛猛地一张开，神魂力量也是尽数收回体内，神色变得有些惊奇。难道如果我刚刚没有窥探错的话，那一座法香应该是一座原始法身？同时萧炎也对这一座原始法身的气息波动感到前所未有的忌惮，因为这是萧炎所见的原始法身中唯一有着超越天位神之上的原始力量。想必这第8座的原始法身本源已经超乎想象了，是与前7座原始法身的本源完全不同。如果这第8座原始法身被沐尘顺利夺得，那么说不定将会有着更大的蜕变，也说不定。但是在沐尘灵兄的身边有几道来者不善的强大气息，看来也是为了争夺这一道原始法身不成。萧炎在心中不断的分析着，看来目前也就这一个答案成立了。当即萧炎的神色变得非常的坚毅，兄弟如果有难，自己必须前往相助我们走。萧炎声音一落，便是对着吴雪和乾坤岛的一众强者说道旋即他们皆是化为一道道流光，朝着万界圣子之地的最深处飞去。金光聚首的消散，导致了地阴山谷彻底的崩塌，化为废墟，带走了这片土地的宁静与和谐，却也预示着在万界圣子之地中还有新的征途即将开启。萧炎、吴雪以及乾坤岛的众人此时并肩前行，心中也对万界圣子之地充满了期待，也想见识一下这第8座的原始法身究竟是什么恐怖般的存在万界圣子之地的最深处。原本这里乃是风景极好的区域，同时有着诸多的天地宝物也都汇聚于此，然而这里此时竟是变成了一片混沌的虚无空间。在这虚无的空间中，破败的大地上布满了裂痕，宛如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大战一般。天地间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毁灭气息，黑暗如同活物般蔓延，吞噬着一切光明。在这片无尽的黑暗中，诸多力量弥漫天地间，但还有一座不是很大的金色法香。远远看去，这一座金色法香似乎少了一只手臂，它静静地悬浮在下方的无尽虚无空间内，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玄妙光芒。就算失去了一只手臂的法香，那股玄妙的压制同样令得现场的巅峰天位神为之动容，仿佛是大咒之中那位传说中的无上神所留下的唯一遗愿。各大超神巅峰势力的神交强者们身披战甲，手持排名不敌的神器，他们的眼神坚毅而冷酷，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强大至极，却也透露出一丝疲惫，并且还有很多来自隐藏超神势力中的那些神交，他们皆是伤痕累累。从他们的气息来看，每一位都是9重天位神的实力，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死亡的不惧。他们知道，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能夺得下方那一座金色法香。他们为了争夺这座大咒的神物，今日必将是一场生死相搏。虚空之中，众巅峰天位神们的呼吸都显得格外沉重，他们的战意与怒火在这一刻凝聚成了实质战斗，一触即发。每一位9重天位神都在等待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展开致命的攻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期待，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只等待着那最终的决断。突然，金色法香微微闪烁，似乎在呼应着每一位9重天位神心中的战意。它的玄妙光芒在众神奇强者的心中激起了贪婪的火花。尽管知道这些争夺者的实力极强，但为了心中的执念，他们愿意化作这片狼藉天地间最后的争夺者，誓死都要夺得这一道大咒中的神物。只要获得，那么他们的实力将会有着巨大的蜕变与提升。这样的一个神物，谁不要？你们还是放弃吧，这道神物只属于我神罗殿。此时，一位宛如雕塑般完美的男子，刀削般的五官映照着阳光，散发出一股极其庞大浩瀚的气息，恍若一座不可撼动的高山。男子身着一袭金衫，腰间系着一块古朴的玉佩，玉佩隐隐散发出与之契合的荧光，身材修长。他的一双眸子深邃如夜空，闪耀着聪明狡黠的光芒，使得不少9重天位神看到此人都不敢轻易的接近，因为他正是神罗殿的神交神延虚，实力更是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在场的所有9重天位神都不是他的对手，当然也有一些不惧的9重天位神，此刻都已经伤痕累累。神延虚，谁说这道神物是属于你的？你打过我了吗？
一道极其不服气的声音从另一处传来，那是一位修长身材的年轻男子，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仿佛可以看穿一切。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手中的古筝，散发出一股优雅而又神秘、强大的气息，其实力竟然也已经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神颜虚则是淡淡一笑，虽然对方的实力与自己相当，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罗峰，你们天罗殿一直都是我们神罗殿的手下败将，你拿什么与我争？听到神颜虚如此狂傲之语，罗峰嘴角微微抽动，然后声音压得极低，道：神颜虚，我知道你领悟了周心意志，以及还有着道灵加持，可是我如果要与你鱼死网破，你也无法逃脱被踢出局的命运。可笑，你不凡可以试一试，究竟你能否做到鱼死网破？神颜虚自身的底牌众多，更是已经超过罗峰，就算对方是9重天位神巅峰又如何？但是对于神颜虚的实力和底牌，罗峰自然有所了解，所以他已经有着自己的一道计划，对着神颜虚沉声道：我可不是一个人对战你，如果我说加上圣花殿的神交之女圣瑶，你又如何应对？说话间，在罗峰的右手边，那里乃是有着一位脚踏虚空的倩影，她白衣如雪，优雅的随风飘动，精致的轮廓在月光下更显柔和，她的眸子深邃如海，她的长发如丝垂在腰间，轻轻的摆动，身姿曼妙，如同舞蹈在云端的仙女一般，而她便是圣花殿的神交之女圣瑶。哦，圣花殿的圣瑶瑶，你的美貌的确让我都有些心动，要不你做我的女人如何？我保证有你一席万界圣子的位置。神颜虚对着圣瑶那张绝美的脸上笑眯眯的盯着，其实早在之前，神颜虚就对圣花殿的这位神交之女有所垂涎了。今日如果她顺从自己的话，那么将会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美好事情都只是会出现在自己的白日梦之中。圣瑶的脸色无比的冰冷，虽然神颜虚的样貌非常的帅气十足，可是对于圣瑶来说，这样的男人再帅也不会入她的眼里。废话不要说，今日我便与天罗殿联手先击败你。圣瑶的声音无比的冰冷，这倒是让刚刚热情四方的神颜虚一下子跌入了谷底，冷笑一声：好有个性的圣瑶啊，等我击败你了，我便将你拿下，被我看中的女人一个都跑不了。现场的每一位9重天位神都望着眼前的那3位超神巅峰势力的神交即将一触即发，他们也是希望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再选择合适的机会出手，坐收渔翁之利。而在现场还有2道身影悬浮空中，他们2人的眼中同样对这一场争夺战有着必胜之心。在刚刚的一场激战之下，他们的衣衫也是有所破损，但并没有出现多大的伤势。沐尘，放心吧，这里的原始法身一定是你的。如果你能够顺利获得这一座原始法身，你将拥有了第8座原始法身，届时再获得万界圣子之名，拥有了大道机缘路，领悟大道之法，必定能够让你大蜕变。说话的是身穿紫色衣袍，手中握着一道散发出恐怖雷电之威的雷帝权杖，同时散发出极其可怕的气息，而他正是五祖灵动。被灵动这么一说，沐尘的眼中更是坚定了几分。刚刚他们与这里的那些9重天位神进行了激战，虽然他们相比之下有着略微的上风，可是面对超神巅峰势力的那3位神交时，却是有着一些吃力，毕竟他们3位的实力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如果没有这第8座原始法身，我的修为就无法再有这境界。而且这一座原始法身有些特别之处，其中有着一股股玄妙之法，仿佛能够让我窥探到超越天位神的门槛一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座原始法身应该就是大道金身。大道金身吗？灵动的目光也是投射在下方的那座散发出玄妙气息的金色法箱之上，感受到其中的那股玄妙的力量波动，的确让他们这些天位神都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心态，同时也对这股力量的垂涎十分的渴望。其实这一座大道金身乃是沐尘先行发现的，他也没有想到在这万界圣子之地中竟然有着一道原始法身，后来也是通过法心之眼感知到了有原始法身的气息，然而同时也引来了诸多的巅峰天位神，其中更是有着3位9重天位神巅峰的神交强者。虽然此刻争夺大道金身成为了他们3位神交的主场，可是这并不代表灵动和沐尘害怕退缩，而是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并不是说一定要硬碰硬才能够夺取这座大道金身，有些时候还是需要用点策略才行。就在灵动和沐尘交谈间，3大神交的战场处则是开始爆发出绝对的巅峰力量。2战1的9重天位神巅峰之战拉开序幕，罗峰和圣瑶的身影宛如幽灵般在虚空中闪烁，他们的气势爆发间瞬间超越了现场任何一位9重天位神的强者，宛如傲视众生。罗峰的双眸中射出2道璀璨的光芒，而圣瑶则双手合十，凝聚出一团团璀璨如星辰的力量，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将自身9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一出手便是全力出击。毕竟他们都知道神颜虚的实力不弱，甚至在半道神之下
做到了最强第一人的存在瞬间，两大神技破空而出，带着呼啸的风声和震耳欲聋的轰鸣，朝着神岩虚狠狠地轰去。那两道神技的威力足以达到了准绝世神技之威，散发出罗峰和圣瑶无数年的修行和领悟，光是那威势就足以令在场的其他9重天位神感到无比的心惊胆战，一股绝对的恐怖威压笼罩这片天地之间。然而神岩虚却仿佛未见丝毫惊慌，他的目光平静如水，直到那两大神技即将触及到他的身体时，他才缓缓地抬起了手，轻描淡写地挥出神魔手。随着一声低喝，一道巨大的金光如天外来物般撕裂了苍穹，降临在了众神奇强者的视线之中。那金光之中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它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厚重与恐怖。